乾坤，星耀万分。兵到争锋，虎定英雄。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好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透过转播一下欣赏到的是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湖锦标赛。今天转播团队是来到了台北小巨蛋的冰上乐园，为您送上这2天在红道杯的精彩赛事。那我们在今天最一开始所会看到的，就会是混合的双人组这个是来自新竹县的这个冰壶协会的内战。我是秉承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讲评，我们资深的国家代表队教练林廷丽老师及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午安，你好。是老师，我们想冰壶的这一项运动，其实因为我们有在看这种冬季奥运，所以我们对这项运动是有认识的，但是不够了解，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先邀请老师您来帮我们先科普一下，要怎么看冰壶的这项运动呢？基本上这是个讲求战术的运动，是跟下棋一样，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大家两队怎么样决定他们的战略跟策略，来牵制对方，或是来帮助自己得分。是，所以你壶怎么摆在冰上，那个位置就跟你下棋放在哪里的概念是一样的。哦，只是你不能没有办法像下棋一样摆到你稳稳的就放到那个位置。对，所以等等我们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还是要不断的在请教老师他的每一个策略，包括你的壶的落点，其实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壶是要做防守的，还是你其实是想要去抢位置的，想要直接抢进大本营。我们等等一边比赛的时候，我们再一边来了解一下。好的，属于这个冰石壶这项运动，但这个运动在台湾时间算是久吗？在台湾发展的时间大概5年左右吧，5-6年，算蛮年轻的其实。对，那过去在台湾发展之前的前20年呢，大部分都是在北美发展。哦，应该算是从北美那边，如果说有人刚好是北美留学啊之类的，他们会把冰石壶给带回来。对，就是我们大概5-6年前才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因为大家看了冬季奥运之后，对这个有产生兴趣。对。就是18年的奥运之后，对，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从那个时候看到冰石壶，觉得这项运动其实还蛮酷的，包括他在直壶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其实就有很多要领吧。对，那个非常，需要练很久。需要练很久，大概需要多久？如果是一个新手来，但是我对于冰上其实是还蛮适应的情况之下，这个动作需要练多久？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练你1-2年应该可以把基本的动作先练起来。要1-2年哦，哇！所以选手这个真的是场上10分钟，场下10年功。但是即使说我们打到现在，我们也一样一直在练。因为那个动作其实是需要精进的，它会影响到包括后面的弹道。对，而且还包括了你在直壶上面，你放开来之后，要让壶是顺时钟转还是逆时针转。哇，这个真的是有太多的窍门。等等，再多多麻烦老师。我们先来看到我们第1场所会看到的这个是新竹的冰壶协会，我看他们这一次派出了很多组，从 A 组一路到 F 组。对，那现在的话是 B1 这2组的内战。好，第1壶直出来，在场上会有几条线需要注意，对不对，老师？对，基本上你直壶出来，你要在红色那条线，我们叫做直壶线，在那条线之前你要放手。就是你的壶要脱手。对，然后你要过了对面的那个红色的线才算有效的，所以他刚刚那一球没有过，所以这一球就无效，就直接是一个无效的直壶。对，然后就把它放到旁边去。对。但是他的这个直壶是算数的，已经有一次的直壶，只是这个直壶就没有办法留在场上。对。好，接下来再看到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的。B 队刚刚第一个直壶的是戴伟俊，现在1队第一个直壶的是陈思涵。黄浩松开始刷冰，因为冰上其实是会有摩擦力的，对，所以才会有需要刷冰的这个动作。对，刷冰动作基本上是减少它的摩擦力。好，所以他现在在黄队这边，他的第一个直壶是把它放在了大本营的前面这个就算是其实在前几局
的直弧上面的话，会希望先做一个防守的阵线出来。基本上，我觉得那球大概是个小的失误了。小失误。对，他应该因为一般来讲，混双的比赛一开始比较倾向会把弧丢到大本营里面，直接就送进去，直接就送进去了。哦，所以这样等于是双方的前2值都算是有点近乡情怯，可能知道开始有转播了，会紧张。所以他们应该都还是试图要把弧丢到大本营里面只是还没有成功。目前看起来力道上面都其实还是短了点的。然后在后续的刷冰上面的话，大概可以让弧再往前进多少距离？那要看冰况。哦，对，所以不同的冰，你能够刷的有效的距离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的冰看起来是非常的慢，所以它不是个很好刷的冰。所以能够刷多个2尺到4尺，可能已经很多了。但是比赛的冰，你也许可以刷到增加，让它走到6尺8尺。是。那现在的话，刚刚的第2指在黄队这边是靠到了红色的色弧上面，做一个 freeze。所以现在的话，双方的这个前2值目前还没有人进到大本营里面。对，轰送看起来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现在再回到冰壶协会 B 队的直弧，因为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如果照我们这样前指值来看的话，感觉起来今天的冰况摩擦力其实比较大，看起来是蛮大的。包括我早上看的，下午看这些比赛，冰的速度是我们所谓冰的速度很慢，就是说你必须要推得很大力，它才有办法到你想要的那个距离。这边是借着黄色的色壶做了一个 push。大本营里面已经有一颗黄色的色壶嘞。对，因为混双的比赛是你还没开始比赛之前就已经有2颗壶是摆好的。是直接摆定位，直接摆定位的，我们叫定位壶。所以你黄色跟红色各会有1颗壶已经摆好在那里了，已经摆在你的大本营里面了。1颗在大本营里面，另外一队是放在前面，是防卫壶的位置。所以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后攻的黄色色壶。对，后攻的会在大本营里面。但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距离圆心踢比较近的是后攻，刚刚是直接摆上来的这个黄色色壶。那其余的红色色壶其实目前是堆在大本营前。还包括了最前面的那一个无效的直壶，无效的直壶是连在场上都不在哦。对。不过这几次的直壶都没有刷冰。对，刷冰这个需要沟通，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直出来的力量够不够，然后刷冰的那个人去判断说你这个力量够不够到我们想要的位置，来决定他要不要刷冰，所以这个判断要不要刷冰其实是要靠经验的。那现在这几颗红色的色壶其实都是放在大本营前，是已经开始要决定做防守了吗？应该都是力量不够，还在适应场地，力量不够，还没有办法到 house 里面。2个人都一起的在刷冰，希望要经过红色的这条线。我目前看起来，我们现在在场上，在画面当中的这7颗色壶，距离大本营都还有一段。两边都已经做出了4次的直壶，所以刚好都是过一半了。混双的比赛只有5个壶，只有5个壶，它不是16颗，不是16颗。不好意思，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要进到最后1颗的直壶了。所以这是最后1颗了。在直壶的是戴伟俊。
他这一次感觉起来力道是有比较大哦。对，直直的往大本营里面push了一下自己原本在边缘的色弧，但是反而是移形换月，把自己的红色色弧给撞掉了。他本来应该是要做一个直接往后推的，只是角度没有达到他要的角度。在冰壶的比赛里面，这个后攻其实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哦，因为你毕竟是有最后一次的直壶机会。对。陈思涵来执行最后一次的直壶。5个，这是最后一个了。好，这个到不了了。所以感觉起来，现在的前10次的直壶，其实双方都还是在适应场地当中。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大本营里面的状况，因为这个是连红色都没有进去，所以大本营里面的话，应该就是最原本，因为在混双的比赛里面会先直接放一个进去，所以就是黄色的色壶。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在对后攻的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这边会先拿到这1分。哇，这样看起来的话，适应冰况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基本上在刚刚赛前的练习的时候，就是你适应冰况最好的时间了啊，所以大部分队伍会利用那个时间先适应冰况。因为我们至少在这场比赛最一开始所看到的是，好像连先经过前面红色的这条线都有点困难，大家都蛮挣扎的哦，所以直接进攻大本营的这件事情。这10次的直壶里面可能只有1次，对，大概就1次，有到那个力量啊。好，1-0哦，前面的这1分是后攻的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紧接着要来到的是第2回合。所以你看啊，他们现在要放定位壶，所以后攻的队伍呢，他会放在大本营，他还没放啊。他应该要放在大本营这个红色这圈的后面，看他现在放的，那是后攻的队伍。然后先攻的会放在前面，对，那前面的位置呢会有，按规则它会有6个不同的位置。哦，这个是6个位置，你只能选其中一个。不是我选，是制冰师决定。这6个位置要用哪一个？哦，因为制冰师会根据冰的状况，它旋转弧度的状况，来决定哪一个适合作为那个定位壶的位置。哦，制冰师通常是制冰师，因为只有制冰师有办法控制冰走的弧线。是，专业制冰师有办法说，我今天要达到圆心，它要转大概4尺还是6尺还是8尺的那个弧度，所以对冰况最了解的是制冰师，然后选手要去适应。对，哦，他们现在是从，因为原本等于说是从我们画面上，然后攻到画面下，现在的话就是在直接反过来。对，反过来。但反过来之后，先直壶的冰壶协会1队哦，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他反而在第1指其实力道变得是比较大了。对，因为冰况会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刚刚如果重复丢过几次的那个路线，它会变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用同样的力道去丢的话，它会走得比较远。是，不过选手要真的完全控制在重复的路线上面，这也是有难度的哦。壶是都要转的。现在这1指也是直接就是无效的直壶，因为还没有达到那个红线。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让它旋转是能够控制它到底它的弧线是怎么走。所以你顺时针绕的话，它就会往右边走。逆时针绕的话，它会往左边走。
像他现在的话，他是用了顺时针，所以他希望他的这样是逆时针哦，这样是逆时针，所以会往我们现在画面的右下方去走啊。看起来都是直直的，刚好撞到了自己原本的定位弧，稍微往大本营这边靠了。但这样看起来比较近，离圆心比较近的依旧是红色的色弧。但这一次是有扑寻到位。接下来换成是冰壶协会 B 队，这个回合的第2次直弧。因为那个弧如果不让它转的话呢，它有点像棒球的那个蝴蝶球一样，它会飘。路线反而不固定。对，它反而不固定，它就会左右晃。所以你们比较没有办法控制说它会往哪里走，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转。所以现在这样的话一样是逆时针，绕了过去，直接往大本营走，一样是 freeze 在黄色的色弧旁边。哇，第2轮感觉大家开始对冰况是适应的了，在落点上都有控制住。画面上这位是戴伟俊。接下来再轮到1队。看起来也没有要刷冰，有开始刷，希望再多走一点，顶了一下原本自己在大本营前的黄色色弧。我刚2分法1分为2。他这一球就是有点太晚刷了，因为他如果早点刷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绕过他。是。所以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刷冰的这一个时机点，其实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因为现在刷冰的技术已经发展一个程度，说你可以非常的判断说你是要让它走的直一点，还是让它走的曲度多一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有点像是你可以控制它的方向，在那个范围内。B 队现在是去顶了一下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黄色色弧，但黄色色弧后面再来刷的时候，其实没有走得太远所以如果说现在以大本营里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画面上来讲的话，目前这一局的得分还是会在1队这里。目前是这样。虽然说在大本营的这个周围已经绕了有3个红色的色弧，距离也还是不够。不过放在这边的话，可以是一个防守位。最后一支会是 B 队所掌握的红色的色弧，看起来是要push自己原本在大本营前缘的红色色弧。力道有放的比较大，不过被前面黄色的色弧路线上面有干扰到了，因为他没有刷，对，他应该要刷的。不过他们这几次红色方其实在直弧上面好像都不太刷，
对不对？他这五次的直弧都没有刷，反而是黄色这边是有刷的。所以就说刷兵这个部分，除了刷兵这个人要判断他力道够不够之外，丢的那个人要判断他的方向对不对？是，因为那都要影响到你需不需要刷兵啊。好，现在才是一队这边的最后一指。有没有机会再更靠近一点？他有碰到自己原本的黄色色弧哦，或是有进到了大本营外围的蓝圈这里。现在是让冰壶协会 B 队这里需要去思考一下他们的最后这一指。如果照他们上一次直弧的策略上来讲的话，应该会还是想要把自己原本在大本营前缘的红色色弧再稍微 push 一下。对，应该是还是有机会把中间这个红色直直的往后推，对，然后把后面那个黄色再 take out 挤出去一点，挤出去一点。他不用完全真的把它完全 take out， 他只要让它够远就好了。对，而且他后面刚好一黄一红，是可以去帮他做刹车的。他这个时候不太需要刹车，因为他只要把红色的放进去，然后黄色的撞出去，稍微顶，只要稍微把黄色的碰出去一点点，红色就有机会得分。对，他们的这一指在考虑上面应该会是比较简单的。好，有要刷冰。力道够不够？如果是顶到了前缘的黄色色弧，哇，被顶开来了。所以前面的黄色色弧都有去进到了他们做这个防卫弧的功用。对，因为这最后的这两直其实都是顶到了黄色色弧。哇，那这样的话，第二局分数也还是会在新竹县冰壶协会一队这里得分的是他们的定位弧，应该是被碰进去哦，被碰进去，就他们最前面的那个定位弧被碰进去了啊。包括上就是一开始对，就是他们自己把它给碰进去的，然后就慢慢的，然后顶到了一个好的地方，对，一直被推进。所以这样前两回合玩的话，新竹县冰壶协会一队目前是2-0的领先。所以接下来要回到的是第一回合的那个方向。那原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以这10次的直弧，我们所观察的是两边可能对冰况上面都还在在适应跟熟悉。所以再回到第一回合的直弧方向的话，再看看这两边，尤其是现在其实看起来一上一下都已经刷过了2轮的冰了。应该在摩擦力上会比原本刚开赛来的小很多。两边的定位弧，所以先攻的会是黄色的色弧。陈思涵，这次比较早开始刷。我就是刚过红线而已哦，距离大本营还有一段。我这个也是可以去作为防守弧的一个落点。第二回合，黄队这边的防守弧其实放的是还蛮不错的，这效果都有出来。
想用绕的，但结果是直接擦边，所以就变成一次的无效直弧。再回到黄色的色弧，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一路往前刷，力道。好，所以黄色的色弧现在也出现了一次无效直弧，所以换了一边，好像还是一样在适应上。这很难说是不是适应的问题，因为这个冰况有可能是冰没有非常的平哦，这有可能，所以你换了一边之后，可能要再看一下，就是说有没有这样子的倾向，说丢这边的时候呢，大家都容易稍微短了一点，短了一点。对，丢另外一边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个现象，那你有可能冰其实是这边高那边低。哦，有可能哦。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小巨蛋这个 hockey 的冰上面做的，是这个冰不是一般国际水准用的冰，它不是平的，你下面都还是有 hockey 的线。对，那上面的冰是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平，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怀疑，就说它的冰是一边高一低的。如果说整场比赛都有这样的倾向的话，好，突寻了一下自己的定位弧，定位弧又离大本营更靠近了。但现在分数会是在 B 队这里 ，B 队最一开始的定位弧，目前因为在前5值双方的路线上面都比较短的原因，所以红队这边的定位弧还没有人能够去干扰到他。结果是黄队这边，我稍微刷了一下，把它离大本营再刷远一点。是清开了一个在路线上面的障碍物。对。不，因为在混双里面，一回合就是5次的投掷机会，对，所以其他的思绪上面要想很快。对，你真的能够去做防守的，可能就是前2次到前3次，或者是你要去做路线上面的清除，可能也就是前2、3次。对，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快。结果这边是靠了一下自己的色弧，这个然后要切到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红色色弧，哇，定位弧被干扰到了。借力使力，这一颗很漂亮，所以又把得分的压力还给了冰壶协会 B 队。原本还想说已经清出了康庄大道，结果反而一清出来的这个绿色通道被1队利用到了。对，不过 B 队这边还是，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前面还是开的，所以他还是有直接往大本营走的。对，他还是有机会把红色。有这颗非常的准哦。前面没有任何防卫弧嘛，在没有防卫弧的情况之下，把原本在很靠近中心圆的黄色色弧给 take out， 然后自己去取代了他的这个位置，得分又再度回到了冰壶协会 B 队的手上。两队现在都剩下最后一次的直弧机会。
来看一下这个重播，刚好就顶到，这一次非常的准哦。我同样的情况，一队这边也可以再利用，没错，因为前面都还是一条康庄大道，没有任何的防卫弧。这球稍微丢偏了一点。如果还是顶得到，但是这一顶2分罚，两边都是被顶开。所以那个黄色已经碰到边边了，他应该要拿走了。对，那个应该已经是无效的直弧了。所以现在在大本营的周围是留下了2颗的黄色色弧，但是在这一回合最后的直弧机会会是红方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然后前面也一样没有任何的防卫弧。好，开刷。但是这一次的力道够不够？短了些，哇！那彰化大本营里面的这2颗黄色色弧变成2分了。所以前3个回合得分的都是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这个回合是拿下了2分，所以目前在大比分上面的话是取得了4-0的领先。紧接着要轮到的是第4回合，双方一样，现在是要先来摆放定位弧。所以这个冰框来讲啊，它这个黄色这个定位弧的位置啊，应该要再高一点，因为弧走的曲线其实没有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呢，定位弧的位置会离大本营远一点。这样子的策略上面的话，是因为考量到它的路线没有办法去走的这么去绕过它之类的吗？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绕过那个防守弧的那个路线，它如果曲度很小的话，就是弧度很小的话，它那个绕过防卫弧的那个点呢，会比较离大本营远一点。是。那你如果是弧度很大的那种冰的话呢，你的防卫弧可以离 house 近一点。这样它还是可以绕得过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选手你在适应冰况上面，尤其是现在已经第4回合，两边应该都稍微要去明了说现在的冰况是如何。前面我们也有看到，如果是到了第4回合的这个投掷路线上面的话，它的曲度是真的还蛮小的。对，曲度非常的小。但这个不是选手可以决定的。这个是谁可以决定？这是比赛方，就是一般是制冰师或是裁判。你说这是冰况啊？这个是这种冰况，这边制冰师跟裁判团这边要决定的。而且这一旦决定，就是这整场比赛就是只能用这个点。你不能在中间改变了。所以我这几个回合所看到的定位弧，其实都会是在同样的位置。对然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个是混双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则，叫做强势进攻，英文叫 power play。所以这个时候呢，定位弧呢就不是放在中间了，它是放在旁边。
这个会由由谁来喊？由后攻方。那他通常在这个时机点喊的策略是什么？是他为了要得分，他增加得分的机会。所以你把弧都放到一边去的时候，中间就是开的了。对所以你比较容易可以把弧放多一点弧到大本营里面。就像是我们在上个回合最后的那几颗一样，你中间完全没有防卫弧，不会被干扰到。对，就是说你的后攻的弧，你最后那一颗弧还是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放进去。所以这个是 B 队这边主动喊出来的一个 power play。对。就希望在往大本营的这条路上面是一条康庄大道。我自己的第一次投掷，反而是变成了一个防守弧的落点。陈思涵现在是隔空的在跟黄浩松这边沟通。这是他们的第2次投掷，第1次的直弧最后是变成一个无效直弧，落点有点深。但第2次的直弧看起来是变浅了，所以是形成了一个无效直弧。刚好一深一浅，弧都没有办法留在大本营里面，大本营周围啊。再回到红方直弧，哇，他们这次的 power play 到目前为止感觉喊的还蛮有效果的。所以在喊 power play 有没有什么触发的条件？还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喊？一场比赛就1次机会，你只有1次机会。对。所以他们这个时机点喊算是提早喊吗？不算，因为他们落后4分，所以就差不多可以喊。差不多可以喊了。所以等等，我们还有机会看到的是1队这边也喊 power play。对他们也可以，就无论你领先还是落后，你都可以喊。对 ，OK。因为领先的时候就说。它有2种作用，一种是说你可以帮助自己的多得分，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减少自己失分，是，所以对领先方他也有可能用 power play 来减少得分。不过陈思涵跟黄浩松2个人的前3值，陈思涵这边都是力道大了，然后黄浩松的第2值那边是力道短了，所以前3值1队的黄色色虎都没有留在场上。现在唯一一个是最一开始的定位虎。好，现在是来到了大本营的下缘，但是有留住。所以大本营的周围是3颗的红色色虎，又回到了黄浩松。黄浩松在上一次直弧力道是短了，不过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3颗色虎其实落点还蛮分散的。对，所以这个对红色这边来讲是非常有利，就它很分散，所以黄色没有办法。他即使要 take out， 大概只能 take out1颗，对，他没有办法做更多。
的选择，说你要一次把2颗打掉，或是3颗同时打掉，那个机会很少。所以红色这边就是尽量把他的弧都分散一点。我黄浩松的这一指感觉在落点上面还不错吧？他放到了大本营的前缘，而且是有一点防卫的那个味道。如果他被顶到的话，除非是红方这边直接做很大力的 take out。那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这一局，红色很明显他是想要得分的。对那黄色他的策略是，通常我们每一局开始都会有一个中心的主旨，说你这一局想要做什么。那当你前面失误已经3球了之后，你还能做什么？可以做其实不多了。对，所以他现在黄色要能够减少红色得分的话，他应该要先做 take out， 而不是放一个防守弧在前面。哇，这个应该是红队这边的失误。对，红队的失误是让原本自己在大本营里面的一颗红色色弧直接被推走，check out 到自己的色弧。蛮可惜的，他本来这个一次的失误基本上是可以视为是2次的失误，2分，对，2分的差距了。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有点再把机会还给一队。你们前面的3次失误，我稍微弥补一点回去给你。陈思涵，他可以借由自己原本在大本营前缘的这一颗黄色色弧，再把它往里面顶一点。这一次也是指得漂亮哦，借力使力，结果把在画面右方的红色色弧给推高出大本营了。所以这一指指完之后，黄浩松也是很振奋的跟陈思涵喊了一下好球，nice shot。接下来是戴伟俊，在第4回合是 B 队这边喊出了 power play 啊，所以他们现在是心里面知道我一定要得分，最后一次的直弧机会，戴伟俊来操刀。所以混双的比赛是这样，就是像戴伟君他是投第1个跟第5个，所以另外一个人他是投2、3、4，跟4个人比赛很不一样所以在混双的比赛里面会分队长吗？不会，就是2个人其实就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哇，那这一直到最后也变成无效直弧。来看一下大本营里面的状况吧。因为两边应该是现在对还蛮接近的哦，两边再看到底谁比较接近，会需要裁判出来做测量吗？看起来是红色的，两边是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其实这个是冰壶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老师这边就要请教你了，冰壶到底算不算是有裁判？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冰壶的裁判他的工作是要做什么吗？基本上场上如果有任何争议，裁判都可以出来做最后的裁决。是，像刚刚如果说两边其实对距离上面是瞧不拢的话，对，那其实就是裁判要出来。但是如果两边瞧得拢，就我们就还是看不到裁判老师的声音。对。现在场上的这一位是裁判，就是裁判，对，他是裁判。所以他现在是在跟选手是稍微在提醒他们在场上要注意的事情咯。大概是吧，不确定他。好，但刚刚的第4回合最后的分数是划给了红方
所以红方在第4回合抓下来之后，有追了1分回来哦，4比1。因为在这一回合所喊出来的 Power Play， 至少对红方来讲，有拿到分数，这个就是已经先达到了首要的目标。对，当然你希望用 Power Play 的时候，你可以至少得2分以上，那是你的期待。那就是稍微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有点没有达到 Power Play 的效果。OK，接下来要进到的是第5回合。不过刚刚会特别问到裁判老师的这一块的话，是感觉如果这双方整个比赛是很顺畅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裁判老师就在旁边还蛮轻松的哦。可以这么说，没错。但现在慢慢有些比赛还有一些规则是希望裁判可以更主动一点去观察，说有没有其他的犯规的动作世界总会这边有在考虑说，怎么样让裁判做一个更主动的角色，就他在比赛里面的这个能见度要再更高一点，也不能说能见度，应该是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对，减少一些争议啦通常最容易发生的争议会是什么？弱点比较常见的争议是，因为湖在行进中，你是不能去碰到这个湖的。像刚刚其实我们就有看到选手有稍微碰到原本是已经定位好的湖，碰到定位的湖没有关系，但是行进中的那个湖，行进中的那个湖，你如果去碰到的话，看你在哪里碰到，它是有不同的规则。如果是在直湖线之前就碰到的话，那个湖是直接变成无效湖的。是，那但就说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君子的运动，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碰到湖，你自己最清楚。所以你自己会主动喊出来，你自己会主动说我碰到湖了，这颗球湖就拿走了。但是现在会有一些现象是说，你碰到了，但是自己不讲出来，但是对方看到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一个争议啦。对，那这样的争议的话，就必须要有裁判出来。但是裁判会可以主动出来吗？如果以现在的规则上来讲的话，裁判如果看到场上是有状况的，可是双方选手好像没有特别的想法的话，他可以主动出来喊吗？目前没有这样子的机制，就是一定要等到选手去有点是请示，对，裁判说这边可不可以出来帮我们做裁决，对，裁判才会出来。对，所以刚刚老师所提到的世界总会希望的是裁判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性。对，就是说如果是避免了刚刚那种情况，就是说他就必须一直很仔细的去观察场上的状况。然后现在的话是在现场的计时间上面稍微需要调整所以两边的选手就现在先稍微等待一下。因为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计时是哪里出错了。因为看起来是两边都有在看向这个计时器，我刚好是调整一下，因为等等的话就是在下半场又要再来做投掷了。那我们在这2天都会是在小巨蛋来看今年度的红道杯全国冰石湖的锦标赛。然后过几天的话，开始就是国手选拔。对。不过我刚刚在赛前的时候，我问到老师您，红道杯算不算是国手选拔的前哨战？一部分是，就说你要能够参加选拔赛呢，目前的规定说你要在前1年或前2年，你必须在全国锦标赛里面是前2名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道杯。你必须要先在这边要先拿到名次，对，你才有可能去参加接下来的这个国手选拔。对，但是因为今年是2个接着办嘛，所以这一次比赛的资格并不是影响到2天之后那个比赛，是影响到明年度下个年度的我代表说，要过几天的那个国手选拔，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翻开红道杯的史册，他们都是榜上有名的选手。
他们就是去年或前年前2名的选手或者是之前已经有代表队资历的选手。那今年度如果选上国手的话，会有什么比赛可以参加？以男子组、女子组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有2个赛事，主要一开始就会有2个赛事，一个是因为明年是冬奥嘛，那冰壶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参加冬奥资格赛的会外赛，区域的资格赛，不是区域的，是世界的，世界整体的，就说我们有参加会外赛的资格。OK 那这是第一个，这是在10月初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1月的泛太平洋的锦标赛，不是泛太平洋，泛大陆杯的泛大陆杯的锦标赛。好，我们中场休息的话，目前是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包括是在接下来的国手选拔完之后，我们可以参加的比赛。那明年的话，其实就是冬季奥运。对，那就是其实我们目前只有资格参加资格赛的会外赛，所以你要在会外赛先达到前3名，才能参加资格赛。资格赛要再拿前2名，才有办法参加奥运。所以一步一步来。对，我相信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去赶上世界的脚步。那当然，现在就是可能包括训练的环境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资源都是希望能够投入进来的。不过这个刚好老师你在我旁边，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资深的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以及教练，所以以你自己在当选手的这个生涯上面的话，你觉得在资源上面会怎么样可以去帮助到你们的这些训练的生涯之类的？目前就是国内的环境还没有这么完善，就说选手要能够有场地练习才有办法进步。对，但是目前没有这样子的场地可以练习。那想要练习，你就得跑到四周的国家有场地的地方去练。所以有些选手就会去中国、去日本、去韩国练习。对，日本，然后中国的广州，我记得我都有听过。广州有个新的场地，那还有其他地方，像北京也有场地可以练习。我就变成是选手其实都要出国自费，对不对？你就得自费，对，都是自费，因为这个这真的很辛苦。对，那你也不可能说每个礼拜都这样出去嘛？对，可能就是可能久就是安排一次，然后一次去的话就是要规划一个整个行程。对，那你可以算一下，你如果说3个月才出去练一次，你1年只能练4次，这样怎么进步？哇，这个真的很难累积下来啊！对，这很难累积的。对，这个也是现在在冰石湖的训练上面，大家所在讨论的一个点啦。不过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体育的环境给建立起来。那训练上，如果连场地都比较辛苦的话，那或许就是希望各方资源可以去帮助到的。现在是来到了下半场，在中场休息之后的第5回合。那上半场的话是冰壶协会1队，也就是所投掷黄色色壶的这一组混双的组合，拿下了前3回合，分别是1分、1分跟2分，所以总共在大比分上面目前是拿了4分。那冰壶协会 B 队的话，则是在第4回合有拿下1分。不过他们在大比分上面的这个总分我刚刚稍微瞄了一下画面，他们自己没有改成1分，他们只有放在第4回合那边。因为我觉得在中间的时候，老师有提到一个君子的运动，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场上的选手大家互相去把这个赛事给完成的。对，大部分是这样，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其他的比赛，可能在旁边除了裁判以外，然后还有可能什么记录组啊之类的其他的地方，他可以可能帮你去设定时间，帮你去翻那个得分卡。基本上你都看不到这些人在做什么，因为比如说放那个得分计分板上面，那其实是裁判的工作之一。所以那是裁判翻漏了。对，但是有些比赛，如果裁判人手不够，有时候是选手自己去翻。那计时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计时人员在操作那些计时器，所以这边画面上看不到。
每个赛道都会有一个计时员，啊，他就是专门在按那个计时器。对，那有计时器，这边就要请教老师了。嗯，计时器里面它分别计算了哪些时间？它其实在给你我们叫做思考的时间，也就是说，今天轮你投掷的时候，到你投掷出去，你花了多少时间？那每一场比赛有一个最上限，你这个时间用完你就输了。不管混双的话是多久？混双是22分钟。啊，总共有22分钟，然后做5次投掷，还是说你是整个整场比赛你有22分钟可以思考的时间，这个就是等前面一个弧停下来之后，换你投掷了，就开始计时你的时间，就开始倒扣你的时间了，一直到你把球投掷出去超过那个T线，我们这个就是横过大本营的那条横线是T线，对，一旦你球通过那T线，你的时间就暂停。好像等于说这样的话，你一场混双的比赛上下来的话，这两边都有22分钟的时间，就会控制在大概44分钟。对，但是它没有包括行走的时间。再扣掉行走的时间的话，那就是等于说一场比赛大概50分钟就会结束了。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还会再更久一点。通常要一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对。OK。混双的比赛。那现在第5回合，你每一局跟每一局中间还有休息的时间，对，中场还有休息的时间，对，所以你要把这些全部算进去。对，还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对，我们才刚经历完，可能因为在旁边听老师说话，我觉得中场休息时间起来蛮快的。红方的第4次投掷，这次的直弧。一路的往大本营里面走，哇！结果没有插到黄色的色弧，反而变成一次无效直弧。哇，这一次可惜了，弹道差了一点点。原本只要有薄到一点点，都可以把黄色的这个定位弧给定掉。结果以刚刚那个力道来讲，可能就是。你要真的打多一点，他才有办法。黄色的色弧，好，所以打到了红色前缘的这个防卫弧。但是刚刚才注意到红色的色弧现在这4次的投掷里面有3次的无效投掷。最后一次的投掷机会，这里也是直攻大本营，过了T线，我稍微位置上面的话靠后了一点。最后一次的投掷机会会在1队手上，陈思涵，如果他够准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做take out的。对，把大本营原本刚刚所进去的这个红色色弧直接take out到。从他的视线上面，会打到黄色的。但是是力道短的，对，哇，力道短的蛮多的。好，这样的话，第5回合还是由黄色的色弧拿下分数。所以对，这边是裁判老师在贴的好，拿下1分，5-1。对，目前的话，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在第4回合
的这个得分哦，是因为在那个回合喊出了 power play， 不过看起来这个 power play 的得分的效率还没有到老师您的标准。应该不是我的标准，应该是说我们在使用 power play 的时候，会预期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拿2分以上，就说我们只是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而已。而其实每一次的比赛对选手来讲，都是另外一次的练习机会，而且是靠着实战来练习。说这是蛮难得的机会，让他们有，就是让这些选手有比赛的机会啊。因为台湾目前每年就是办这么一次比赛，啊，那他们所以连比赛机会都很少，平常连比赛机会都很少。那你说要去别的国家比赛，机会也没那么多。虽然可以去练习没有错，但是你要找到比赛可以参加，那个机会很少，所以不太容易累积比赛的经验。是，我还好，现在是有转播的，刚好可以让选手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再透过转播的镜头，再回头去看看，可能在当下一些决定，做一些赛后的检讨。第6回合的第1局，力道大了，又是一次的无效直胡。再来看到红方的冰壶协会 B 队。还是有追分的压力哦，4分差。攻到了大本营的外围。这两队都是来自新竹县的冰壶协会。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是从 A 队一路派到了 F 队，所以他们派了6队。6队。选手应该彼此之间算蛮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玩在一起的感觉。这个我没有很确定，就说新竹冰壶协会那边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不熟悉。我既然都是同一个协会，其实台湾也就那么大，那城市的话就更不用讲，应该大家都还蛮靠近的。所以前面老师所提到的，在训练的场地上面，大家可能是要一起出国。对，因为你其实在台湾里面，你一定要找到有冰宫，你先找到冰宫还不一定你有机会拿着冰壶来练。对，因为目前你看到这些壶呢，是属于协会的壶。对。那现在是比赛有拿出来用，那平常练习，开课的时候会拿出来用。那练习就很难讲，就说你可能是要透过跟协会租借，就说你除了要租冰场之外，你还要租这个壶来使用。是。因为我有听到选手有跟我分享到说，其实他们不会自己拥有自己的冰壶，不会，通常都是就是你比赛的时候，就是赛会这边会提供。对。然后你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老师刚刚讲的，你要跟协会这边做租借。它不是像其他的运动，可能你是打棒球，你会有自己的球具；你打篮球也会有自己的球。或者是你是玩滚球的，你自己就可以去公园去做滚球。没有冰壶，就是你一定得要租借。
不会有人莫名其妙拿着一颗冰壶出来。不会。哦，这球有一石二鸟之意哦，而且有一个红色的色壶直接被推高掉。大本营里面现在剩下一颗红色的色壶，不过它也已经几乎要在边缘了。对，因为一场比赛你需要16个壶嘛，那你不可能说个人自己能够自己准备16个壶，然后就自己带着去冰场比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些壶在使用之前都要隔夜先冷却，在冰上先冷却。哦，它必须要跟冰一样的温度，所以你不能从外面直接带来就放到冰上去用。像是这几天那种台北的温度这么高，放上去它就融了，它就直接凹下去了。所以它其实，譬如说今天是这个红道杯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冰壶昨天就放在这个冰面上面了。对，或者是至少今天一早来你就要先，应该是昨天晚上就要先放着。我印象应该是前天他们就在这里了，就开始准备这个东西了。所以壶应该是前天就到了。然后就要先把这个壶的这个温度，因为它是石头，对，它是石头，所以它有点时间让它整个降温。所以不是说自己选手带着，有人可能还是骑车带着一颗壶，不是保龄球，说你自己就带来，应该是那个就你可能骑车过来之后，你一放在冰面上面，冰就开始慢慢的在融化，就有水出来了。对。现在看起来大本营里人人有机会哦。红方在指挥上面的话是看起来选择要直接往黄色的色壶这边做击打。但弹道上面准不准？哇，结果是没有碰到，而且是直接出了大本营。我来了，但是又走了。那你看他那个路线他虽然是他是投顺时针的方向，那理论上他会这样子弯进来，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我们最前面所提到今天的冰况，对，它的这样的冰况，它的曲度没有那么高，而且它甚至它转不过来，它可能会逆方向，那有可能是跟冰的斜度有关系。新竹县冰壶协会1队的最后一次投掷，这次的直壶力道短了一点，怎么会有人的鞋套掉下来？而且他掉了，而且他碰到壶了，所以他不管有没有过，他都算是无效了。就是直接是一个无效。对。其实场上感觉还蛮欢愉的，就刷一刷之后自己的鞋套掉下来，蛮可爱的。刚刚是黄浩松。那红方最后一次的直壶机会在彭子宁的手上。好像力道还是大了一点哦。好，那这样的话就是直接看大本营里面的一黄一红。看起来红色的比较近，红色的好像近了一点哦。那这样的话会是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再拿下这场比赛的第2分。
我现在是已经第6回合了，所以在总计的8个回合上面的话，这份的压力会完全倒在冰壶协会 B 队这里。他们剩下2个回合可以来追分。哇，这个斜套一掉，马上笑出来。接下来要进到的是第7回合。这也是这场比赛的倒数第2个回合了。第7回合先直壶的冰壶协会 B 队是先撞到了自己的定位壶。目前他们还落后3分。像这个壶没有在转哈，它就可能左右走，它就是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蝴蝶壶，不过还是有进到大本营的外围。其实以老师你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先讲红方好了。红方的这2位选手彭伟俊跟戴伟俊跟彭子宁，你觉得这2位选手如何？如果以这7个回合，应该说前6个回合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经验呐，我觉得经验还不是那么够。那基本动作当然是可以继续练的嘛，但是经验部分就是说他们刷冰的时机啊跟判断这些东西都还可以再加强。是。那如果到冰壶协会1队呢？黄方的选手这边，这个是黄浩松跟陈思涵。他们可以在就是说力道控制上，因为他们感觉上他们的动作技巧上是比红色稍微好一些，纯熟一点，所以在力道控制的精准度上可以再做一些加强但有些时候刷冰的时机也没有那么都会慢一点，就说判断上还没有那么快。对，那这个就还是得靠比赛来累积经验。这有时候练习是练不太出来，力道短了。出现了一颗无效直壶。不过在混双的刷冰里面呢，会不会比一般的团体赛还要难刷？因为它其实人数几乎是比较少。会，因为这从几个方面去看啦。就第一个是说，因为刷有2个方向，
你4个人比赛，两边都有人，所以你要刷哪个方向，你可以叫那边那个人刷就好了。那混双的时候，你如果要换边的话，就刷那个人站位要换边，是，这个要练习。哦，那另外一个是，你会看到很多混双比赛是男生刷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力道比较大，因为力量比较大这不是歧视，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因为他刷会比较有效果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男选手是自己丢完之后自己刷自己，还要赶快赶上去。对，那这个赶上去这个动作也是要练，所以这个跟4个人比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混双其实在刷边上面是真的会比较困难，对，需要出比较大的心力。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4个人比赛有个人在前面指挥，你有人可以瞄准，混双不见得有。哦，因为你如果2个人都下去刷的话，你们2个人其实就是自己原本的沟通，对，就没有人在指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去习惯说，在没有人指挥的状况下丢这个壶？那在没有人丢的时候，你的方向是不是还那么准确？那如果没有那么准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靠刷边来弥补？是，这个东西都是跟4个人比赛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那会有几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人在前面给你方向的话，你丢的这个人就要自己刷。对，现在换到红方，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目前他们还落后3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回合可以拿2分，对他们来讲，在追分上面至少可以有一个顶。不过回过头来，他们现在前4次的直壶也一样都没有进到轰，唯一在轰里面的对他们来讲还是定位，对，但是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讲还是有利的嘛。对，刚好在前面稍微把这个防线给筑了起来。我看选手自己在腰间这边也会绑码表。对，我手上有。这个码表是在公用上面是要记什么？它有简单来说，你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帮你去估算这个人投出来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我们会测量从那个后线，就是大本营后面那条线是到红色那条线 hug line， 这个时间，这就是你投掷的时间，以这个时间来判断，帮助你判断他到底投了多大的力量。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人是测量从这个投掷线到对方那个投掷线，这个行进过程中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它的落点在哪里？这个是在帮助我们了解冰况，就我们来判断冰的速度。所以几乎每一值都会做计时。几乎对。你随时都要去更新冰况。对，而且你冰况不是只有一个数字而已，就是说你投这个方向跟投那个方向，不同方向的时候，不同的路线的时候，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你脑子里面。所以如果小朋友来参与这项运动的话，其实他蛮早就开始要去计算了。对小朋友来讲，说他们一开始当然从基本技巧开始什么的，还不用想到这么多东西但是你慢慢深入了解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对你有用。那慢慢熟悉之后，你就会开始使用它，那就变成一个自然的习惯。是。这个计算就是包括码表上面到 hug line， 甚至到你的大本营所花费的这些时间，其实你都要把它记录起来。就是让你有个概念，就是说今天这个 hug line 到 hug line 的时间，假设一般我们比赛的国际比赛的冰可能是14秒到15秒之间，看它可以最后落点在圆心里面。那你就会针对这个有个肌肉记忆，说我今天要丢这个速度的话，今天的冰况是这个速度，是45秒的速度。
那你要丢到圆心，你要花多少力量？哇，这个是需要很大量的练习。再拉回到老师您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练习要出国，可能3个月一练，对，这个很难去培养所有的肌肉记忆，没有办法啊。哇，所以选手真的都很辛苦。以今天这个冰况来讲，以下午比赛来讲哈，他 hug 可能只有9秒到10秒。老师，你刚刚有按？对，就是说你刚刚看是9秒到10秒而已。对，就是说这是非常慢的冰。是，因为国际比赛的冰大概14到15秒之间，啊，那你如果9秒到10秒，一般基本上是 take out 的力量了，那你如果因为你其实这样的话，你冰应该算是比较快吧？你如果花了9秒到10秒，就会从一个 hug line 到另外一个 hug line。9秒到10秒是说我这个弧从这里到那里，这个时间走了10秒。那走了10秒，但是他最后还是停在圆心。是表示他走的速度非常快。对，那就表示我要丢的比较大力。对，为什么我要丢比较大力？因为它比较慢，因为它阻力大。哦，所以你要返回去想，它阻力大，所以我要丢的比较快。是当然它阻力小的时候，我就要丢的很慢。所以它力道要放的比较轻。对，它就走得很慢，但是15秒之后，它还是会到那个圆心点。OK。好，那现在等等的第8回合就有得看喽。现在我们的积分板上面已经亮了出来，最后在第7回合，双方的5次直呼完之后，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打了2分，大比分现在是1分差。哇，那第8回合后攻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哦。对，刚刚他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后攻，而且他们是先攻，但是得了2分。好，现在的话后攻的会是黄队。一般定位弧的点应该很明显，他们会有3个点在线上跟两边做 power play 用的但是他们这次做的点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他们还在找那个点。看起来是不是外面的裁判老师有在提醒？可能是啊。所以一般4个人的比赛，你局跟局中间的休息时间是1分钟，但混双的比赛休息时间是1分半，因为你要多那个30秒时间让你放定位弧。好，来到了最后1回合，现在落后的是先直弧的红方。第1局是有送到了大本营，虽然距离圆心还是比原本的黄色定位弧还要远。思涵，看起来黄浩松的意思是想要陈思涵直接做 take out， 现在还没办法 take out。在混双里面是前几颗不能做 take out， 一样是前5颗吗？前3颗，前3颗不能做 take out。就是说你不能把场上的任何一个弧击到场外，包括在大本营里面的。哦，放到了这个位置。你这个位置也不差哦，有一个也不算差，就算是可以把他自己的定位弧先保护起来。对，保护起来。便是有一个防卫弧的任务在。
直直的来撞到自己原本的定位弧。所以按规则来讲，这是不行的哈，这必须放回去，因为这才第3个弧。所以其实照规则来讲的话，这个会是一次的无效直弧。对。然后他要把场上原本的那个定位弧的位置给补上去。他要把刚刚被打出去的那个弧放回来。我现在画面上还看不到那个定位弧。对。那这通常是裁判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裁判可以主动出来，这个时候裁判不是被动的，不过看起来是没有放回去，他是让原本所指出来的那个位置就停留在那里。好，所以现在双方的话，在前2次的直弧大本营的状况是这样，刚好一黄一红。那一对黄色的色弧的话是原本的定位弧，但目前分数会是在后攻的一队身上。我现在就可以做 take out。对，现在就可以了。其实前一球就可以了。对，前一球，因为就是前3次的直弧不行。不行啊。然后在团体赛里面的话是前5次。前5个球不能把自由防守区内的弧撞出去，所以不包含大本营，就前面的方位弧而已。但是混双的话，不是只有自由防守区，混双的话是连大本营都不能做 take out。对。大本营依旧是一黄一红，在边缘的话还有一颗红色的色弧，我那个过了梯线之后没有很顺利的留在大本营里面。力道是不是有点短了？各完成了第3次的直弧，目前还是一黄一红，待在大本营里。红方现在应该就准备要来做 take out 了。他就是太晚刷了。他们如果早点刷的话，是有机会打到黄色的。结果反而是被自己，对红色的这个色弧给干扰到。其实在这一场比赛里面，红方这里有蛮多太晚刷的这个状况出现。所以老师，你回去之后，你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就可以再来分享一下。对我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刷冰？没错，时机点看起来是选手们现在也要 figure out 出来的。如果想要学冰壶，除了看比赛以外，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可能有的资讯就是一些比较偏纸本的，那又多了一个管道。老师，您的 YouTube channel。
对，那我是最近才开始直接打林挺力老师。对，我把我名称叫做挺力辽冰湖啊，挺力辽冰湖。对，所以你如果在上面搜寻，应该可以搜寻得到。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没错。那就可以稍微去了解，因为包括像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在团体赛里面，你只能打大本营前那个 Free Guard Song， 刚好是最近的内容哈。对，然后这次回去的话，开始又多了这个什么时候该刷饼。其实题材蛮多的，只是要花时间做这些影片，只是老师辛苦了，花时间。我懂了，现在就是还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做剪辑。没错。来看到场上哦，都是最后一次的投掷机会喽，这个直弧就很重要了。彭子宁，哇，直接滑了过去。我刚好后面有一个黄色的色弧，让他得以待在了大本营的外围。但是如果从这个画面看的话，现在是红方这边比较近。好，现在是红方这边比较近。所以黄方还有一球，还有一球没有注意到。他以为已经要结算了。对。不过刚刚那个情况还好，因为它是静止的弧，所以如果只去动到它一下没有关系，就把它摆回去就好了。那有些时候会比较难处理的是说，你碰到那颗球跟另外黄色那个球距离很接近。那你说那时候就要计较了。那时候就要计较说，他放回去是不是就放回到刚刚那个位置？对，我那个差一点可能就差很多。对。然后来看到是这一场比赛哦，或许会是最后一次的直弧，不过这是或许而已，因为目前双方是1分差。黄方要做的事情是 take out， 但如果没有 take out 到，他也可以放到大本营里面就好了。哦，有停下来吗？再顶一下。哇，距离还是远了一点。这一分补上来，我们第一场比赛就要看到 LSD 了。对，他们这次的规则应该是平手之后，你就是丢一个 LSD 决定胜负。所以我们第一场就直接看 LSD。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在场边最一开始的那个热身的时候，好像就有在练 LSD 嘛。对，因为一开始练习的时候的那个 LSD 呢，是用来决定第一局谁先攻谁后攻。好，所以看起来这边是5-5，在正规的8个回合里面，双方是战成了平手。哇 ，B 队这边后来居上，原本上半场看起来还有点辛苦哦，就没想到下半场后来居上。所以在场上，我们第一场马上就要来看到 LSD 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LSD 的这个在比赛中要怎么看。其实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规定啊，一般正式的比赛平手状况是要再多比1局的。是啊，那这个有些比赛会用 LSD 来决定胜负，就是说你的赛程很紧凑，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加时赛。是，那这个情况就是平手状况每队各丢一个弧，那看谁的弧离圆心最近，那一队就赢了。而且你直出去之后，你的弧是会被拿走的，它是直接做定位，它不会留在场上。对，它直接你丢完之后，它是会2个距离，然后再给对方，但是对方在上场的时候，其实前面是没有其他的，对，是空的，对，是空的。那要怎么决定是谁来？是选手自己决定吗？2个人协调好决定是谁要来指弧就好。对。在 LSD 里面，老师你觉得后攻会不会比较有利？心里面至少有一个底，我当然要知道哪里去。不，但基准点是圆心。
对，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基本上你的目标就是放到离圆心越近越好啊。那如果第一次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啊？第一次两边的距离真的就是几乎是一样，那个几率太低了，几率太低了。好，那就来咯 LSD。我刚刚心里还在想，可是我不敢讲，我不敢讲说会不会第一场就看到 LSD，因为我怕如果讲了之后，这个加班我会怨我自己。但可能因为我想了，好，那就刚好来看一下，就把什么状况都看。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决胜负咯。对，这边是给到戴伟俊来操刀，彭子宁来帮忙刷兵。那他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直接进到 home 里面，离圆心越近越好。对，稍微有往后滑了一点，在外围的蓝色圈上。然后这里会直接去做定位，因为等等测量，对，等等这个换成黄方做直弧的时候，场上是不会有红色的色弧在的。他们这次刷的时机点，老师您觉得呢？蛮好的，因为他一开始就相信，就是判断说这球太轻了，他们才开始刷嘛。但你并不是说一开始决定它轻，它就是轻，因为你要中间还是要调整你的判断。是，所以你在边刷的过程当中呢，你还要讲说，那它是不是够了？就是要提早收手。对，你什么时候要收手 ？Hurry 完之后，哇，就要赶快喊出来。对，所以不能只靠你第一次的那个判断，你中间还是要慢慢调整。好，现在换成黄方来做直弧了。那黄方的话是交给黄浩松。好，跟裁判确认可以开始了，裁判也点头了。挺得下来，哇，这个再往后滑，一样是在蓝圈上，哇，那这个就要看测量的结果。所以一般来说，对方在丢 LSD 的时候，另外一队球员应该要退出场外，就不应该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对，好，所以最后的结果出来，哇，那这样的话比较近的，在 LSD 比完之后，距离比较近的是新竹县冰壶协会 B 队，那就是红方。哇，他们逆转胜。你看在积分板上面，前3回合原本还想说整个优势是会在一队这边哦，会在黄浩松跟陈思涵的手上，结果其实在他们喊完 Power Play 之后，还稍微让人觉得没有到 Power Play 应该要有的期待，没有拿到2分，结果6、7、8回合是一口气把分数追了回来，最后在追平的情况之下 ，LSD 是由 B 队新竹县冰壶协会的 B 队这边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在老师的身上去听到了很多关于冰石壶的一些相关的规则跟一些文化，谢谢老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随后的话还会有其他精彩的冰石壶比赛，请观众朋友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边的陪伴。我是秉承，我们下场见，拜拜。